我想啊，这个问题啊，这个毛泽东以前讲过，就是说这个革命的就是要认识谁是敌人呢，谁是朋友啊，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现在来讲，就台湾的这个首要的敌人呢，当然也还是来自于中国嘛。那中国刚才讲到全世界以役，他在全世界以役谋霸嘛。那现在对台湾来讲，他是以役谋妥，啊，这点我想是非常清楚的态度嘛。那台湾呢，这个我个人认为哈，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自己要这个站稳脚步了哈。哦，这个尽量我刚才提到的，跟全世界各国哈，啊，特别是跟那些防疫已经从高峰降下来的民主国家要积极合作。我想这一点才是这个根本之道。你说从中国拿疫苗，那必然附加了大量的政治条件。那这些政治条件呢，老实说，你这种政治疫苗注射进人体啊，注射进台湾的体内哈，啊，将来说不定迟早也还是要发作的啊。所以呢，这可能不是疫苗啊，像是以前金庸小说里面讲的生死符啊，你注了之后呢，你一定时间啊，你不去跟这个注生死符的人寻求解药啊，你可能就要发作的啊。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台湾呢，还是必须要睁大眼睛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啊，现在这个习近平啊，刚才石板先生分析的非常到位，就是说呢，啊，他能不能连任哦？肯定啊，他一定会制造大量的氛围，就是中国抗疫成功，啊，对内抗疫成功，对外以疫谋霸，所以呢，这代表习路线、习政策、啊，习团队的成功，啊，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就让他继续的这个延续他的这个统治，啊，所以呢，啊，现在来讲，中国呢，这个不能够自我否定说过去这几年，或者是至少在这1年多来，好习路线、习团队、习政策的失败，所以呢，他一定会继续做下去的，他不会好有所反省，或者是说改变他的路线的，因为现在正是一个政权啊这个领导人交替的这个关键时刻。虽然习长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改弦易辙的话呢，无疑自我否定。像刚才呢，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谭德赛啊，世卫组织这个秘书长讲的一大堆话，依我看来哈，他好像在自我检讨啊，因为他在讲的都是他自己的问题。好，这个他说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其实都是在，我认为他是在自我检讨。那讲的没有一句不是在讲他自己啊。啊，所以呢，中国也一样，他知道现在任何政策的改变哈，就等于是自我检讨，就有可能被党内其他派系哈抓到机会，所以他一定要继续的，就是一条这个路要走到底。啊，不管这条路是黑路、白路，他一定得走到底的。所以在目前的情况看起来哈，恐怕哈，中国透过国际外交、透过疫苗哈，对这个台湾的国际空间，还有台湾那个岛内的这个舆论，好这种压迫，好会持续的增加。啊，这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台湾方面哈，啊，除了防疫之外哈，啊，这个国安上来讲哈，恐怕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面向。特别是现在哈，这个台湾呢还面临一些其他问题，比如说大家知道缺水，啊，缺水的话呢，对其实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半导体哈，啊，其实负面影响是很大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哈，可能会不会削弱台湾的在这个世界啊这个全体经济供应链的地位哈？我相信中国一定在那边寻找机会，啊，摩拳擦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哈？台湾能够这个克服这个诸多的这些问题哈？我想还是刚才一句老话第一个要认清这个中国呢它的这个积极的政治的这个布局不能够这个短暂的饮鸩止渴。第二个呢，就是要积极的跟世界其他国家合作特别是美国啦这类的这个民主国家但是呢这个目前来看呢，台湾内部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会不会因为台湾自己内部的政经因素所以呢这个走向了就是这个一些比较错误或者是没有办法立刻收效的这个防疫的路线我认为这个是台湾现在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毕竟堡垒呢常常都是从内部攻破的。